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和田秀树医生所著的《远离电视，健康长寿，轻松度过80岁大关的方法》这本书。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长时间看电视的3大负面影响；第二，电视里充斥着错误的信息；第三，如何在不损害大脑和身体的情况下与电视相处。首先是第一部分，长时间看电视的3大负面影响。正如书名所示，本书提倡，为了保护大脑和身体的健康，我们应该尽量远离电视。作者和田医生从医学角度揭示了电视可能带来的多种潜在问题，比如观看电视可能让我们获取错误的信息，损害大脑和身体，削弱肌肉力量，增加抑郁症的风险，以及加速大脑和心理的老化等。您可能会觉得这些说法有些夸张，仅仅是看电视真的会带来如此多的负面影响吗？确实，电视已经深深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去，我们很难真正意识到它对健康的严重危害。然而，正如本书所强调的那样，电视对我们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深远的。为了避免这些风险，我们可以通过减少观看电视的时间，甚至完全戒掉电视，来延缓衰老，轻松跨越80岁的大关，享受健康长寿的生活。通常在看电视时，人们都会保持坐姿，而3小时的电视时间就意味着需要久坐3小时。这样长时间的久坐习惯对我们的身体极为不利，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长期坐在电视前会导致肌肉力量的逐渐衰退，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总而言之，我们需要牢记的是，看似平常的电视，实际上是一种潜在的健康隐患。虽然如今的年轻人可能不再像过去那样依赖电视，但数据显示，7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天仍花费约6小时在电视前，这意味着他们更容易受到电视负面影响的侵害。因此，老年人尤其需要警惕电视对健康的影响。经历过电视全盛时代的老年人可能已经习惯了观看电视，但他们未必意识到其中的危害。希望通过本书的内容，帮助大家更清楚地认识到电视的负面影响，并尽量减少观看电视的时间。至此，我们已经概述了电视对健康的诸多负面影响。接下来，我们将更深入地探讨持续看电视所带来的具体问题。本书介绍的长时间看电视的3大负面影响如下：一、让您跌入健康差距的底层；二、看电视会扭曲您的认知，并加速认知症和老化的进程；三、破坏听觉。首先是第一个负面影响，让您跌入健康差距的底层。作者指出，如果你想要长寿，就应该减少看电视的时间。那些沉迷于电视的人，很可能会跌入健康差距的底层。通常提到差距，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财富或学历差距，但实际上，还有一种更为严酷的差距，那就是健康差距。一旦健康差距出现，其影响远比财富和学历差距更为残酷。举个例子，即使学历差距悬殊，智商的差异也不过是在70到130之间，但在健康方面，尤其是65岁以上的人群中，差距可能大得难以想象。有些人能自由行走，另一些人却无法行动自如；有些人能独立生活，另一些人却需要他人照料；有些人可以随心所欲地享受美食，另一些人却只能依赖医院的饮食，甚至通过点滴维持生命。这种巨大的健康差距是真实存在的。许多人只关注收入差距，但健康差距同样深刻影响我们的生活。与收入差距不同的是，健康差距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和生活方式来缩小，这是一个可以通过付出努力看到回报的领域。然而，阻碍我们缩小健康差距的最大敌人之一就是看电视。看电视会让人长时间保持久坐状态。大量研究表明，久坐不动对我们的健康极为不利，会增加死亡率。实际上，长时间久坐对身体来说是非常不自然的，因此我们不应该整天待在室内，而应该多去进行户外活动。然而，电视却在诱惑着您，
不需要动，只要静静地坐着看屏幕就好了。如果您屈从于这种诱惑，长时间不运动，您的身体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身体的大部分肌肉都位于下半身，尤其是大腿的肌肉最大，而小腿则被称为第二心脏，是至关重要的部位。然而，长时间看电视会导致久坐不动，从而使下半身的血液循环不畅，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经济舱综合症。经济舱综合症指的是一种由于长时间血流不畅而导致血栓形成的病症。如果血栓堵塞了肺部静脉，后果可能非常严重，甚至可能会致命。经济舱综合症并不仅限于在乘坐飞机时，在家中也可能发生。为了预防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在看电视时定期起身，做一些轻松的体操或伸展运动。此外，长时间看电视，缺乏运动会导致肌肉的逐渐萎缩，最终可能陷入需要护理的衰弱状态。衰弱状态是指身心功能显著下降，身体虚弱，接近需要护理的状态。如果继续沉迷于长时间看电视，可能会不知不觉地滑入这种状态。一旦进入衰弱状态，再继续看电视的话，很快就会需要护理，生活质量将会急剧下降，最终可能会导致难以挽回的结果。然而，即使处于衰弱阶段，仍然有可能通过努力来恢复健康。为了避免陷入衰弱状态或从中恢复过来，正如本书所建议的那样，我们需要学会远离电视，或者找到与电视聪明相处的方法。根据对超过3000人的10项研究的综合分析，与久坐不动的人相比，保持活跃的人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要低得多。减少看电视的时间，让自己更加活跃，将有助于预防认知症，并带来显著的健康益处。接下来是第二个负面影响，看电视会扭曲您的认知，并加速认知症和老化的进程。大家可能都隐约知道，如果我们的大脑和身体不经常使用的话，它们就会退化。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大脑的前额叶功能会逐渐衰退，这使得我们对许多事情的意愿会降低，变得容易感到麻烦和疲惫。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打开电视，您可能会觉得自己在做些什么，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进行任何有意义的活动。如果您每天穿着睡衣在家里看电视，您的大脑、心灵和身体的老化将会加速。此外，对于那些意愿低下的人来说，继续长时间看电视对心理健康也极为不利，抑郁症的风险会显著增加。作者还指出，看电视会扭曲观众的认知，诱导他们形成容易陷入抑郁的思维模式。比如，当人们在看电视时，容易陷入敌我分明的思维方式，或者仅凭部分信息就下结论，甚至固执地认为自己已经了解了他人的想法，预见未来一定会暗淡，或者将个别事件误认为是普遍现象。作者在书中警告，这些都是认知扭曲的表现。事实上，电视往往只传播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过度渲染、煽动情绪，或者散播一些不必要的负面信息，以此来提高收视率。如果长时间持续观看这些内容，我们的认知自然会受到影响。因此，我们需要保持警惕，不要被电视内容所左右。接下来是第三个负面影响，破坏听觉。长时间观看电视会对我们的听力造成损害。现如今，许多人为了不打扰别人，常常选择使用耳机来收听电视节目。虽然这样可以在不打扰他人的情况下享受高音量的电视内容，但持续使用这种方式会对我们的听觉造成严重的损伤，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忽视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听力自然会有所下降，但听力减退的主要原因并非单纯的老化，而是长时间接触强烈的声音刺激导致的。因此，长时间收听电视节目可能会加速听力的丧失。此外，如果因为听不清而不断调高电视音量，这会使您在日常生活中难以适应正常的对话音量。对于听觉来说，像电视节目这种冗长且持续的声音刺激只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如果你已经开始感觉到听力减退，那么你一定知道听力问题在日常生活中会带来多大的不便。因此，作者建议尽量减少看电视的时间，以保护您的听力，避免进一步的损伤。接下来是第二部分，电视里充斥着错误的信息。在第一部分中，我们详细探讨了长时间看电视对身体、大脑和心灵的毁灭性影响。光是这些就已经足够让人意识到电视的危险性。许多人可能会因此决定减少观看电视的时间。然而，对于那些依然难以彻底放弃电视的人来说，电视还存在另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它充斥着错误的信息。作者称，如果您主要依靠电视来获取信息，那么需要警惕这些信息的真实性。以2019年12月开始，持续近3年的新冠疫情为例，作者作为一名老年医学专家感到深深的愧疚。尽管疫苗接种后，户外感染的可能性很低，但许多电视节目仍然鼓吹进行居家隔离和行为限制，结果导致许多信任电视、遵循自我隔离的老年人缺乏运动，导致双腿肌肉萎缩，变得像树枝一样瘦弱。有的人甚至失去了行走的能力。由于长时间的宅家生活，他们的腿脚和认知功能下降，免疫力也被削弱了。有些心脏衰竭的患者因为被电视洗脑，对新冠病毒的恐惧导致他们始终不肯摘下口罩，结果因为呼吸困难而丧失了行动能力。作者指出，关于新冠疫情的电视报道中，最大的受害者就是老年人，而这不仅限于新冠问题。电视在报道任何重大事件时，都会以歪曲的方式呈现。电视节目为了吸引更多观众，提升收视率，常常夸大负面和可疑的信息。这种偏向的报道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收视率是电视节目的主要目标。作者还强调，电视传递的信息质量低下，甚至常常被扭曲。作者曾经频繁出现在电视节目中，但随着对信息质量的失望，他逐渐避免参与录制电视节目。例如，在一次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节目中，制作人在节目开始前告诉作者，您可以随意发言，但请不要反驳主持人。这表明节目制作方只希望听到对自己有利的言论。在另外一档健康节目中，作者坦诚地表示，预防认知症的方法并不多，但却被导演要求说一些毫无依据的内容。电视制作团队常常将网上或杂志上充满疑点的信息包装成医生的意见，以此来吸引观众。此外，电视还存在时间限制和剪辑的问题。即使作者详细解释了某些机制，节目最终只会剪辑出短短的几秒片段，无法准确传达出他的意图。电视常常只剪辑出对制作方有利的部分，导致节目内容与发言者的真实意图背道而驰。这种现象让许多曾在电视上露面的嘉宾感到不满。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 YouTube 上开设自己的频道，以便完整地表达观点，而不必担心被电视随意剪辑。总的来说，电视往往只挑选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并以容易让观众接受的方式进行报道。单独的数字和数据常常被强调，但由于缺乏对比，这些信息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接下来是第三部分，如何在不损害大脑和身体的情况下与电视相处。在前面，我一直在讲述电视的负面影响。如果您认同之前的观点，能够远离电视是最理想的选择。然而，对于有些人来说，突然停止看电视可能会感到不适应。因此，我想为那些难以完全摆脱电视的人提供一些建议，帮助您在不损害大脑和身体的前提下与电视和谐相处。具体来说，有以下3个方法：1. 绝对不要无意识地看电视； 2. 如果要看电视，就选择刺激性的电视节目； 3. 用广播代替电视。首先是第一个方法，绝对不要无意识地看电视。众所周知，电视很容易让人不知不觉地长时间观看。然而，无意识地看电视对健康的危害是最大的。即使您无法完全放弃电视，也建议您至少避免无意识地看电视。换句话说，
不要随便打开电视，而是只观看自己真正感兴趣的节目。最好的方法是选择真正想看的节目，并提前录制，这样您就不会整天漫无目的地观看电视，同时还能腾出更多时间离开电视机前。许多长时间看电视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有兴趣，而是习惯性的漫无目的的浏览。因此，通过挑选节目，您可以大幅减少观看时间。此外，作者建议您尽量与他人一起看电视，例如，您可以选择在有电视的餐馆观看，或者偶尔去大型温泉浴场，与他人在同一空间内观看电视。如果是新闻快讯，您还能听到周围人的各种反应；如果是球类比赛的转播，还有欢呼声。与其一个人面无表情地看电视，不如与他人共享这一体验，这样对大脑的刺激效果更好。您可以与朋友一起讨论着看，或者与伴侣边聊边看。不论选择哪种方式，关键是避免无意识地看电视。接下来是第二个方法，如果要看电视，就选择刺激性的电视节目。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意志力会逐渐减弱。有些人在40岁左右就开始经历意志力的下降，难点在于，许多人并未意识到这一变化的发生，而实际上，意志力的下降是衰老的最大敌人。因此，如何应对这一挑战至关重要。激发意志力的关键在于神经递质，如多巴胺的分泌。为了增加多巴胺，必须通过外部的刺激，而最快捷的方法就是过一种充满活力和刺激的生活。通过这样的生活方式，可以有效预防意志力的下降，保持年轻的活力。作者推荐观看一些搞笑节目，大笑非常重要，因为它能激活人体的免疫系统，释放压力，并有助于健康长寿。除了电视节目以外，作者还建议亲自去剧场观看演出，与朋友一起去剧场看真人表演，并开怀大笑，对老年人的健康特别有益。最后是第三个方法，用广播代替电视，因为广播对大脑的刺激效果非常好。作者认为，与电视相比，广播能够更好地激发大脑的活力。因此，如果您觉得不看电视会感到寂寞，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听广播呢？与依赖视觉效果的电视不同，广播能够激发听众的想象力，从而更有效地刺激大脑。广播需要听众主动运用想象力，而不仅仅是被动接收信息，这对抗击大脑衰老大有帮助。此外，作为一名广播节目的嘉宾，作者指出，广播还有一个显著的优势，那就是即使是复杂的话题，也可以进行深入细致的解释。在电视节目中，嘉宾通常只有15秒到1分钟的发言时间，但在广播中，短的发言可以有5到8分钟，长的甚至可以达到20分钟。这使得嘉宾可以作为专家深入探讨问题，例如老年人的问题。因此，如果你想认真学习某件事，广播是更好的选择。以上就是3种与电视和谐相处的方法，希望大家能参考这些建议，重新审视与电视的关系。作者个人的推荐方法是暂时将电视撤掉，无论是在客厅还是卧室，只要有电视在，我们往往会不自觉地打开它。因此，不妨将电视暂时移除，看看自己在没有电视的情况下会有什么感受。通常会有2种反应，一种是没有电视会感到寂寞，另一种是发现没有电视也无所谓。如果您发现没有电视也不影响生活，那么恭喜您，您的生活质量将会得到提升。如果您觉得没有电视的生活难以适应，那么您可以再把电视拿出来。因此，建议您试着将电视封存一段时间，看看自己的反应如何。最后，我想通知大家一下，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学识 Plus。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
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